大家好，今天要介绍的是 HRSIM 上银机械手臂模拟软体的情境应用教学。今天示范的是马多应用之堆栈应用。在本支教学影片中，我们将示范如何使用上银科技的6轴机械手臂模拟软体，完成一个典型且常见的马多叠栈应用流程。从新增手臂与地板环境设定开始，接着建立外部轴与对应群组，并依序配置箱子、站板与输送带。最后，透过设定站板堆栈顺序与夹爪参数，完整模拟整个叠栈流程。影片最后将带您了解如何自动绘出对应的堆栈程式档 DATSHRB 加速部署与实际应用。画面来到 HRSIM 的模拟界面，手臂堆栈没有手臂就没办法进行下去，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就是新增一只6轴机械手臂。今天示范采用的是上银科技型号为 RA610-1869 的重型机械手臂，该手臂的最大作业半径可以达到1G1851至1869毫米，最大有效载荷为32公斤，对于今天的堆栈十分足够，可以轻易地完成今日的任务。新增完手臂后，可以看出4×4的场地，对于我们今天的手臂来说有点太小。如何解决此问题呢？我们可以来到画面中上方的页签中看到地板显示设定。我们可以透过画面左侧的输入框调整地板的长宽尺寸与 Z 轴的偏移量。在必要时，也可以透过下方的按钮隐藏整个地板。我们今天操作的元件比较大，因此我们使用宽度12、长度8的设定。设定完成后，按下 Set 即可。接着，我们需要替手臂新增一个外部轴，来应付多个直线排列的堆叠站板，以达到分类或批量处理的目的。外部轴的添加方式如下：我们先切换至 External Axis 页签，接着点击 Add External 分类的 Setting 按钮，此时会弹出 EXAdd 视窗。该视窗是新增外部轴的视窗，负责处理外部轴的种类与图档设置，还有坐标调整。这边我们先选择需要添加外部轴的手臂，并且确认编号为 E1 后，即可对外部轴的 Base 与 Move 平台做图档的绑定。此处采用 HRCN 的预设档案，方便各位观众实际操作。紧接着就可以设定运动方向与坐标了。可以看到预设的 Base 图档较长，我们需要将坐标旋转90度来符合地图的长宽，并将 XYZ 分别设为3500、1200。设定好后，按下 Set 就完成外部轴的新增了。除了新增外部轴，我们还需要对外部轴进行手臂的绑定。我们需要点击位于 Setting 旁边的 Group 按钮，开启此设定。我们仅需将刚刚设置的1音外部轴用拖拉的方式拉至左边的框内，就完成外部轴与手臂的绑定了。绑定后的手臂会因为图档的坐标偏移导致位置不正确。我们需要透过对树状图的手臂点击右键，开启 End-of 设定，按下 Ctrl 并拖拉可以快速调整，拖拉回外部轴表面就好。同样在 External Axis 页签中按下 EX Setting 按钮。我们可以在这个视窗中设定外部轴的正负极限范围与运动速度等。因外部轴新增时处于0点预设位置，因此我们可以将右极限位置设置为0，左极限位置设置为5000，这样可以省去测量范围的时间。将运动速度提高至1000，节省运动时间。到此步骤就完成全部的外部轴设定了。新增箱子范本。之所以称为范本，
是为了后面调整输送带与站板设定时，会不断复制当前设定的箱子作为 workpiece， 故称作为范本。具体新增方式，请切换至 Palletize 页签，并点击 Box 按钮进入箱子设定。设定画面左上角的加号与减号可以新增或删除箱子范本。下方则可以设定标签方向与箱子的长宽高，还有坐标。本次教学以300×200×200的长宽高做示范。该箱子也可以透过树状图页签右键做 Move 的位置调整。因该箱子为范本，不会实际应用于模拟场域，因此我们可以先将该箱子移动至地图外侧的地方，避免干涉，这样就完成箱子范本的新增了。新增站板。有了箱子以后，就需要有站板将箱子们堆叠于它的上方。站板的新增方式与箱子的新增方式类似，都同样的简单。点击 Palette 按钮即可呼叫出站板设定界面。界面中一样可以透过加减的符号来新增或删除站板，并且下方一样可以设置站板的长宽高还有坐标。因箱子的长宽设为300与200，因此我们取最小公倍数600当做站板的长宽作为示范。新增输送带。输送带是工厂批量生产物品的核心工具，同理，在模拟软体中不断的产生箱子的工作就由它负责了。我们透过点击 Conveyor 按钮进入输送带设定界面，按下右上角的加号可以新增一个输送带。按下的同时会弹出输送带规格设定视窗，此视窗可以选择输送带的种类与长宽高，还有坐标位置。此次模拟我们会将输送带放置于外部轴起始点附近，以方便接下来的动作。长度的部分则调整为1500，以符合地图的宽度。按下 Set 即可看到新的输送带被安置于指定位置。接着回到输送带设定界面，最上方可以选择输送带的速度、每分钟产量、输送范围。我们可以透过点开右上角的输送带规格设定，查看刚设定的长度，来调整输送范围。其余设定则是依照使用者需求调整即可。下方则是调整 Trigger 设定，该设定可以使弓箭位于指定位置时，发送 DI 与 DO 讯号给指定的手臂。此处我们皆设定为 1即可。上方的分类可以切换至 Workpiece 设定，功能是选择指定的弓箭进行批量生产，并可以自定生产顺序与 Offset 偏移量，也可以设置弓箭位于指定位置时的处理情况。此处我们选择前面设定过的箱子即可。因示范只有设定一种箱子，故此处无需调整箱子的生产顺序。设定堆栈摆放顺序。当手臂、箱子、站板、输送带都有了以后，我们只欠缺堆栈的摆放顺序了。摆放的顺序与位置会严重的影响站板空间的运用。现实世界中摆放的位置若不经过规划，则容易发生包裹掉落、包裹挤压变形、包裹超出站板范围等问题。因此，我们需要透过 Pattern 按钮进入堆栈顺序设定，来避免上述一系列的问题。该设定界面包含可以设定堆栈的起始角落与方向，与箱子和站板的堆放边缘设定，还有箱子的摆放模式设定。
首先进入该界面时，一样点击加号可以新增摆放顺序的设定档。接着需选择欲摆放的站板与箱子的范本。因为有指定箱子与站板，因此相同的站板与相同的摆放模式仅需设定一次即可。选择完站板后，视角会切换至加上视角，并锁定，方便使用者模拟堆放箱子。接着选择摆放的角落与方向，一共有4个角落可以选择，分别为左上、右上、右下、左下。方向共分为2种，方向会依照选择的角落而有所不同，请各位使用者依照需求选择即可。接着是站板的堆放边缘设定，该设定可以透过输入 X 和 Y 方向的数值来限制4个边的堆放死区，使箱子在放置时皆保持于死区范围内，不超过。第3个设定与前者相反，箱子的边缘设定则是限制箱子与箱子之间的距离，使箱子和箱子之间无法直接碰触。最后则是设定箱子的摆放模式，目前共有4种摆放模式：手动摆放、横向堆叠、纵向堆叠、交叉堆叠。4种方式都是透过按下下方的加号来新增模拟的箱子，按下右边的 Clear 则是清除模拟的箱子，直到按下右上角的储存，才会将该站板上的模拟箱子坐标写入该站板。夹爪工具设定。当所有条件具备后，我们要夹取箱子来放置到对应的站板上。最重要的就是需要一个适合的夹爪工具。HRSim 官方已提供大量的预设模型于 STL 资料夹素材库中供使用者选取，使用者仅需依照需求导入即可。我们可以透过 Object 页签的 Add Object 按钮来进导入该 3D 图档。紧接着透过旁边 Add Robot Tool 的 Setting 按钮来对该图档做 Tool 的指定。详细步骤为：选择欲安装的手臂，选择刚导入的图档物件，按下右侧的加号新增至树状图内，确认物件已关联至手臂上。按下 Set Tool 即可将其关联性设定为夹爪工具。此时我们可以透过右边黄底的界面下方选取前面设定的箱子范本，来设定夹爪与带夹物之间的关联。这时后可以调整带夹物和夹爪的坐标与姿态，调整完毕，按下 Set 并关闭视窗即可。连接手臂教导器。在执行任何程式前，我们都应该将我们的机械手臂连接至教导器，这相当于现实世界中帮我们的手臂开机的动作。程式与坐标都会储存于各手臂内，请在首次执行任何程式前都检查此动作。绘出堆栈程式。最后一步骤，将前面我们建置的环境分别导入至 Export 绘出堆栈程式功能。该功能会整合我们的手臂、箱子、站板、输送带与夹爪等所有的参数，将其转换为坐标点位与程式码，做自动化的程式编写。使用者仅需导入该程式后，按下执行即可。要自动绘出堆栈程式，我们需要先切换回 Palletize 页签，并选择 Export 按钮。该页面有3个分类，分别为 Layer、Motion、Export。我们可以依照顺序进行设定。首先 Layer 主要是决定堆栈的顺序与堆栈的内容。使用者需要先选择欲堆叠的站板，并按下加号，
鼠标点击该站板后，再选择该站板上当前设定的摆放模式，按下下方的图示即可预览。重复对摆放模式按下加号的话，可以堆叠数层，但需注意高度必须在手臂的活动范围内。Motion 则是负责调整输送带和摆放位置的 offset 偏移量，还与手臂的预设姿态。按下图示后，即可将当前姿态保存为预设姿态。我们可以将外部轴移动至输送带正前方，来节省手臂夹取箱子的时间。最后是 Export， 输出时需选取预执行堆栈的手臂与夹爪工具，还有外部轴，并将使用外部轴的方框勾选起来，即可按下 Export 将档案输出。请注意，输出的档案路径不可有中文。接下来我将额外示范结合外部轴的堆栈演示。与前面示范的操作唯一不同的是，在新增手臂时，额外加入一组 Z 轴向的垂直运动外部轴，并且在 External Axis 页签中点选 Group 按钮。在该界面将手臂和外部轴做绑定的动作。结合外部轴后，可以依照站板堆叠的高度决定是否抬升手臂，是堆栈应用中非常实用的功能。请看以下范例。
今天的教学影片到这边就结束了。希望以上的操作与2个不同的示范能够对你的模拟带来帮助。在今天的教学内容中，我们不只可以学习到手臂与站板的设定应用，也可以学到场域的架设和堆站顺序的规划。希望今天的内容在未来能够帮助到各位优质的使用者。谢谢。